第18集，封常为护兰溪坠楼，未能制衡永平军封兰溪，雍王传令进封常生永信军，同时让元禄通知工部，务必要赶在冬歇之时制造盔甲兵器。原本封举已不满封兰溪先他一步，如今在听闻那位残暴无能的大殿下也受恩封君，不由为之大怒，而今3位殿下之中，仅有他未得任何封号。待冷静过后，封举命人给母后传话，之前准备的东西也该派上用场，并且对李甲贤耳语几句，让他亲自去找舅舅百里景，想要通过他伪造懿令转达给封常。与此同时，百里氏赠差给七成，是为讨其欢心，以便于两手准备。黑风息收到封常的邀约，定在明日共同赏梅，而他觉得其中有诈，于是多了个心眼，让人暗中调查，果然发现百里景私下与大哥见面。当天黑风息回府途中，竟遭人泼了一身黑狗血，对方大骂他害自己家破人亡。事后钟离查到此人乃是一名商贩，之前和王明还有勾结，直到王明海下狱，他也因行贿遭查办，所以对封兰溪怀恨在心。事实上，今日这场风波乃是封常亲自安排，只为盼望二弟不要出门，奈何他还是要坚持去见刘尚书，根本不信所谓的忌讳。环娘劝不住黑风息，只能任其出府，结果无意间听到钟离的谈话，才知他根本不是去找刘尚书，不过是编个由头与白风息见面而已。至于白风息得知黑风息被泼狗血，自有方法带他驱梅避凶，两人在街边小摊吃得尽兴。到了后来，白风息带着黑风息东瞧西逛，一路上边走边吃，没想到竟遇到小师妹白郎华和修九荣。为避免引起误会，白风息赶紧将黑风息藏了起来，可还是没能逃过白郎华的眼睛。白郎华识趣的拉着大家先走，眼看着他们消失在街头，黑风息这才从角落里出来，追问白风息为何会怕大家产生误会，急得白风息找个理由回应。钟离奉命准备好礼物，且陪着黑风息去梅园赴约，除此之外，还有3殿下封举以及百里景等人。负责奉茶的下人在茶里下了迷药，眼看着黑风息彻底昏过去，于是又将7成尸体拖到他旁边，以此来诬陷封兰溪杀害七国公之女。此时封常匆忙赶来阁楼，看到眼前一幕，未料百里氏手段如此歹毒。正当下人向封常汇报之时，原本昏迷不醒的黑风息突然醒来，直接将对方打晕，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大哥为人，知道幕后定有主谋。封常没有告知实情，反过来斥责二弟处处瞒着自己，从未真心相待，更气愤他为何今日前来赴约，没有答应二人从此一刀两断。但是黑风息直言大哥身世可怜，从小不得亲娘待见，所以母后让他照顾好大哥，绝不可见大哥有难还能装作视而不见。其实一直以来，封常对黑风息的照顾更多，即便是他下定决心了断兄弟之情，黑风息依然毫无怨言，随后将那根织金鞭送给封常。尽管封常内心难过不已，可他为保护二弟，还是说了许多狠话。等到黑风息准备离开时，封常故意在封举面前演戏，并且伪造坠楼的假象。幸好阁楼内有御医相伴，及时为封常做诊断，虽是性命无碍，可惜右腿已断。七国公见女儿命丧当场，因过度伤心而指控封兰溪是凶手。此时百里景疯疯癫癫跑来，脸上有明显抓痕，足以证明他是凶手。其实早在之前，黑风息已察觉到不对劲，索性与钟离配合演戏，来了一招顺水推舟，随之将凶手线索引向百里景，令其变得神志不清，状似痴傻。如此不仅能自证清白，还可为大哥解决眼下的麻烦。七国公进宫面见雍王，恳求他为枉死的小女主持公道，甚至认定是封兰溪陷害百里景。可在大殿之上，黑风息淡定自然，反驳七国公任意污蔑王室，一番话对得他哑口无言。张仲吉见状出列奏言，表示七国公伤心过度，言辞不谨，还需等封常苏醒后再做定夺。待雍王平退了重臣后，询问元禄对此事的看法，因为他觉得百里景虽是混账，
但不会色欲熏心干出这等事情。或许是封常想要陷害封兰溪，结果竟遭封兰溪反将一军。袁禄认为封常极有可能是被冤枉，就算是他想要陷害别人，也不至于搭上性命。在经过袁禄的分析，雍王最终认定封举和百里氏的嫌疑最大，尤其是三殿下，此举有利于他一石二鸟，只要解决了两位兄长，必然就能稳坐世子之位。此时百里氏突然求见，雍王为之大怒，命令袁禄让百里氏回去。然而百里氏径直一闯来，主动奉还凤冠，以振后宫纲纪。雍王不予理会，怎知百里氏表明今日之事与他无关，相信雍王慧眼如炬，应该知道最后得一人才是幕后主使。回到后宫，百里氏狠狠扇了封举一巴掌，质问他为何出此下策。封举只好将责任推给舅舅百里景，可百里氏依旧是有所迟疑。张仲吉带人封锁并搜查梅园，结果在现场发现一具死尸，正是旭柳阁失踪不见的蓝衣奴仆。不仅如此，张仲吉在死者手心发现了悬壶球，只见表面沾染酒液，与七成尸手上的酒液属于同一种。雍王立马下旨，所有参加赏梅宴的世家公子全都禁足府内。张仲吉来到永平军府检查封兰溪那日穿的悬壶球，而凤七梧早已命人重新准备一件。待张仲吉走后，凤七梧让孝儿收好壶球，之所以没有销毁，是因为封常还未醒来，一切尚有变数，想要让封兰溪彻底脱罪，须得由封常亲自将百里景的罪名坐实。如今封兰溪禁足于府内不便行动，为了避免落人口舌，许多事情都须得凤七梧代为处理。凤七梧明知封兰溪对自己无益，可他依然甘之若饴，只是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得到对方的青睐，也愿他能走到想要去的地方。